阿姨，这件不能试，您手上这点茧子可别把我们这件旗袍的料子勾坏了。我不是来看热闹的，我是要买。买？你买得起吗？这件旗袍是我们云锦阁的高定款，随便一针一线都够您忙活好几年的。您要是真想买衣服，我建议您去隔壁商场，便宜还不丢人。这是我女儿给我的卡，你刷一下吧。这年头，连塑料片都能拿来装阔了。你干什么？防着你们这种人拿假卡骗衣服呗。来店里试穿又不买，耽误我们接待真正消费的客户。我没有骗，我真的要买。买得起的人可不会一进门就一身便宜货。哼，之意，妈在云锦阁准备给你买件旗袍，但是不让我试，他们还说我买不起，还把你给妈的卡折断了。任总，锦兰集团的人已经到楼下了，今天谈的是第2轮收购框架。妈，你别动，也别跟他们吵。我没吵，是他们不让我说话。你女儿来了也没用，这里是云锦阁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把电话还给他。哼，还给他？你谁呀？我是他女儿。沈总，锦兰的人已经到了，您现在走，今天这局就黄了。黄就黄。沈总，这可是千万级的项目。千万级的项目也没我妈重要。可云锦阁这个项目我们刚摸到债权资料，现在不能乱碰。正好，把云锦阁的控股方、债权方、门店租约全部调出来。沈总，您要干什么？他折的不是一张卡，是我妈忍了20年的脸面。叫人叫快点儿，别等会儿来了一个开出租车的，你妈更没面子。谁折的卡？怎么，你来替他演苦情戏啊？我再问一遍，谁折的卡？是我，怎么了？他买不起还非要试，我防着他拿假卡骗人，有问题吗？之意，算了，我们走吧。不走，妈别怕，我们今天不是来吵架的，今天是来把我妈受的这口气一寸一寸的收回来。叫你们负责人来，顺便把这家店的股权结构和债券资料拿出来。这位小姐，刚才可能是误会，老人家情绪有些激动，店员也是为了维护品牌形象。误会？他手上的红印也是误会，细小擦伤，不碍事。您要是真想买，我们可以换个温和点的接待方式。你现在跟我谈方式，这叫维护品牌形象？连卡都断了，还装什么富啊？之意，别闹了，我们走。我妈不是怕他们，是怕我在这里吃亏。她总是这样，明明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却总想着先护住别人。你们店里有没有监控？有，但顾客隐私不方便随便调。那就先封存。这位小姐，我们云锦阁做的是高端定制，不接受无理取闹。那你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们所谓的高端服务会把客人的卡折成这样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取证。取证给谁看？给律师？给媒体？还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？给你们老板看。我们老板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。那就现在见。我是星河资本沈之意，云锦阁云城旗舰店之前就在星河尽调名单里，现在我要接实际控股方。沈总，您是说云锦阁门店的项目？对，原本排在下周，现在提前。装的还挺像。妈，再忍2分钟。你别为了我把事情闹大。我就是要闹大。沈总，您怎么突然联系云锦阁这边了？因为他手下的人刚折了我妈的卡。这家店的品牌授权、门店法人库存清单、抵押情况，我要现在就看。沈总，这需要走流程。流程可以走，先把意向锁住。还有，给我查一件事儿，你们这店现在到底卖不卖？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我要发起收购。你以为买店是买菜啊？不是买菜，是让你们今天说过的话都有地方结账。沈总，刚才确实是我们店员处理不当，这样卡我们赔，衣服我们重新安排接待，您看可以吗？现在知道处理不当了，刚才羞辱我妈买不起的时候怎么没人处理？之怡，我们回去吧。不回。妈，今天不是你做错了事，该走的人不是你，叫你们负责人来。江总不一定有空，告诉他星河资本现在要提前接触云锦阁的转让项目，他不来，明天来的就是律师和审计。江总，沈总，久仰久仰。江晚堂，是我。今天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你母亲受了点委屈，我们可以赔偿，也可以公开道歉。受了点委屈？她被你们的人羞辱买不起，被抢卡，在你嘴里只叫受了点委屈。沈总，您心疼母亲，
我理解，但收店这种事儿不是赌气。谁说我是赌气？云锦阁临城旗舰店账面流水不错，但实际资金流已经连续3个季度吃紧。2个月前，你们拿门店收益权做过抵押，抵押方是锦兰供应链金融。你早就在查云锦阁，星河资本本来就在调查一批有问题的高定品牌。云锦阁原本排在下周，是你手下的人把它提前了。沈总果然不是单纯替母亲出气，出气是真的，查账也是真的。云锦阁不是一家孤店，背后有版权、库存、会员预付款，还有锦兰那边的供应链授信，你就算查到账，也未必接得住，所以更要查。锁意向、查债权、审库存、盘版权、谈控股权，商业流程我会走，但他折卡、羞辱客人，不需要等流程。道歉，江总，我说道歉。对不起。明早9点前，我要看到公开道歉视频和监控封存确认。还要公开视频？你刚才当众羞辱我妈的时候，声音不是挺大吗？江总，那批锦凤归的秀阳复刻单还要不要收起来？孟师傅，谁让你拿出来的？妈，没事。册子留下。沈总，那是云锦阁的内部资料，今天不看也行，明天尽调我一样会要。你既然想卖，就按商业程序来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带律师审计和正式意向书过来。云锦阁的账、库存、版权资料，还有锦兰授信合同，一份都不能少。沈总动作太快了，是你们太慢了。江总，锦兰那边知道星河在碰云锦阁了，他们让我们先稳住，尤其是门店转让和锦凤归的资料，绝不能让星河进来。看来我没走错门。沈总，幸会，我是梁总的助理何月。沈总，锦兰集团梁延洲的人。沈总今天推掉收购会，跑来提前碰云锦阁，我们梁总想不注意都难。你来的倒挺快。梁总让我带句话，云锦阁只是锦兰供应链上的一个点。沈总如果只是替母亲讨说法、赔偿、道歉，都可以谈，但如果继续往深处碰，就不太合适了。这是警告，是提醒。那我也提醒你，别拿警告包装成善意。沈总，您母亲今天的事，锦兰并不知情，但这家店您最好别收。为什么？因为您要碰的不只是云锦阁，它背后的授信担保、版权授权和旧版型合同，没有您想的那么干净。这就对了，我本来也不是只想收一家店，明天尽调，锦凤归的秀阳复刻单也要在场。沈总一定要这样。是。妈，我们回家。志毅，锦兰不好惹。我知道。那你还查？他们越急着阻拦，越说明这家店后面藏着东西。我最擅长的就是把藏起来的东西一层层挖出来。锦凤归这个名字，我20年没听人提过了。妈，那是不是你以前的作品？妈，是不是和你当年离开临城有关？有人今天早上给我发了短信。谁？不知道。我让周怀去查。别查了，志毅，那不是你该碰的东西。为什么不能碰？因为有些东西拿回来不一定是好事。可不拿回来，你就要一直背着它。妈，今天这口气我替你出，但锦凤归这件事儿我也一定会查。我不是冲动，我是要知道到底是谁把你逼成了今天这样。查那个短信号码，不用查定位，查短信通道、平台注册、历史投流记录，看看他和云锦阁、锦兰还有民政版权鉴定中心有没有交集。沈总，号码是虚拟号，短信通道用的是一家商业营销服务商。我们之前查锦兰舆情投流时见过同一家服务商。锦兰，还有梁彦洲的秘书刚发来会议邀约，他本人要和您通话。很好，这说明我今天没走错门。沈总，今天临时离场，不像你的风格。梁总这么关心我？不是关心，是提醒。今天别再往前走，否则你会发现收一家店只是开始，后面每一步都有人等你。你们锦兰的人说话都喜欢绕，因为直接说破不体面。体面？我妈被你们体系里的店员羞辱折卡的时候，你们给过她体面吗？店员失礼可以赔，门店冲突可以谈，可你要把这件事往旧案上扯，就不是赔一张卡能解决的事了。沈之毅，有些旧资料已经没有查的价值了。是没有价值，还是不能见光？你再动一张旧网，往后面的人
不会像今天这个店员这么好打发。我今天不是来打发店员的，我是来收债的。你真的要查？查出来可能会很难看。再难看，也比我妈一个人硬扛了20年强。沈总，接下来怎么做？做2份方案。第一，按正常商业收购流程，明天继续和江婉婷谈报价，逼她把云锦阁的底牌亮出来。第二，调查锦凤归旧案，把锦兰集团、云锦阁、民政版权鉴定中心3条线一起查。沈总，昨天您走得很快，今天我们把话说透，说条件。这家店我可以卖，但不是卖给你一个人情，是卖给能接得住他的人。债务、会员预付府、供应商尾款、锦兰授信担保，这些我昨天已经知道了。那沈总知不知道，这家店后面压着的不只是债，还有一段你母亲不想提的旧事？别说了，你在拖时间。我是在让你知道，收店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不是怕我买店，你是怕我买完以后查库存、查秀样、查版权、查锦兰授信合同。很好，简单的东西我没兴趣。你越想拿这些条款吓退我，越说明你手里还有更大的秘密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带正式报价和资金证明回来，你最好准备好，把你藏的东西一并拿出来。江总，锦兰的人来了，说这家店今天不能转让。谁？何月。江总，梁总交代，云锦阁暂缓转让，锦兰作为供应链授信方，拥有优先审查权。云锦阁是我的资产，但你用锦兰供应链授信做过担保，合同里写得很清楚，重大资产转让必须提前通知锦兰。昨天不拦，今天拦，是因为我问到了锦凤归。沈总想多了，这只是正常的商业行为。商业行为最好，那就按商业规矩来。我要看完整担保合同、授信记录、结算凭证，以及锦凤归秀样复刻授权文件。这些不是你该看的。你拦着我收店，又不让我看合同，锦兰是怕我买，还是怕我查？锦兰这2个字，隔了20年再听见，依旧像刀一样扎进我心里。我以为自己躲开了，可他们还是追了上来。沈总，你也看见了，不是我不卖，是有人不让我卖。那更好，现在锦兰亲自下场，我反而确定这家店我必须收。沈总，梁总今晚想见你。他昨天就想见我。这次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梁总让我转告你，林素秋当年的认错书，至今还保存在锦兰档案志。你拿我妈威胁我？我只是传话。回去告诉梁彦洲，我今晚会去，但明天上午10点，收购报价照旧。锦兰要审，就把合同拿出来审。拿一张认错书吓我，没用。志毅，别查了。妈，那份认错书到底是什么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他们今天拿它威胁你，就不是过去的事儿。那册子上写的锦凤归，不是他原本的名字。原本叫什么？凤归云。那是我20年前做的旗袍设计。当年凤归云的设计稿丢了，我去找锦兰要说法。第2天，他们就拿出一份版权鉴定报告，说是我抄袭锦兰的设计。谁做的鉴定？民政版权鉴定中心。那时候民政很有名，很多品牌都认他们。认错书呢？他们威胁我，他们说如果我不签，就起诉我，让我赔到一辈子翻不了身。他们还说要让你没法继续读书，那年你才10岁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跟我一起毁掉。妈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可我签了，我亲手签了，所以这20年我再也不敢碰旗袍，不敢看绣样，不敢听见凤归云这3个字。错的是逼你签字的人，不是你。沈总，民政版权鉴定中心的资料查到了。说，民政的创始人贺长明5年前退下来了，现在实际管事的是他儿子贺文川。继续。我们之前做高定品牌风险清单时，已经把民政列进去过。近3年，民政给锦兰体系下好几家门店做过秀样备案和工艺版权认证，其中云锦阁的锦凤归复刻单也有民政的签章。旧案和新账对上了。还有一笔顾问费，来自锦兰关联公司。什么时间？正好在云锦阁复刻锦凤归系列报案前后。贺长光在哪儿？城郊静和疗养院。明早去见他。明白。要谈就带上凤归云的资料。梁总说旧事翻开对林女士未必是好事，他们怕的不是旧事，他们怕的是我妈终于敢说话了。沈总，比我想的更快。资料呢？你一开口就是资料，连寒暄都省了。我跟拿认错书威胁我妈的人没什么好寒暄。我只是提醒你。提醒我什么？有些东西藏在柜子里，大家都还能体面，一旦拿出来，最先被围观的不一定是锦兰。
你是想说我妈会被2次羞辱？我只是告诉你结果。20年前你们逼她签认错书的时候，想过她的结果吗？她从一个设计师变成一个连旗袍都不敢碰的人，她被你们逼得离开林城，她忍了20年。现在你告诉我别翻出来，还想要体面？梁彦洲，你们不配谈体面。沈之隐，你要查的不是一家店，我知道，也不是一份鉴定报告，我也知道，那你就该清楚，查下去牵扯的人会越来越多，包括我父亲，对吗？如果那份报告是假的，明正会被拖出来；如果锦兰参与了，锦兰也会被拖出来；如果沈百川也在里面，他一样逃不掉。你母亲未必希望你这么做，他不希望，是因为他怕我受伤，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该忍。沈总，贺长明那边已经约好了，几点？明早8点。好，先拆明正。我已经退休了，不见客。贺先生，20年前凤归云的版权鉴定报告是您签的字吧？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没关系。明正现在还在给云锦阁做秀样备案和工艺认证，其中锦凤归复刻单的签章源头还是明正。旧事你可以不谈，但新账还在发生。消费者买到的高价定制，拿的是你们明正的认证。如果认证是假的，明正逃不掉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知道，当年是谁让你把我妈写成抄袭者的？你是林素秋的女儿。是。那份报告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。谁决定的？锦兰董事办，他们拿来了完整备案稿，说他们才是原始设计方。林素秋送来的那份是残稿，少了关键内衬暗绣结构和领口回纹针路。是他拿不出，还是有人拿走了？说。那天锦兰的人来了，行业协会的人也来了，还有你父亲沈百川。他去做什么？他说林素秋情绪不稳定，设计稿来源不清，让我们尽快定性，不要把事情闹大。所以你们就定了他抄袭。那时候锦兰势大，谁都不想得罪。我问你，你敢出面作证吗？不行，锦兰手里有我当年签过的旧报告，我一旦出面，他们会把那些全抖出来，毁的是你名声。还有我儿子贺文川现在还在明正管事，他不能被我拖下水。你怕你儿子被拖下水？那我妈当年被你们毁掉的时候，也有一个10岁的女儿在学校门口等她。贺老，该检查了。我还会再来的。沈总，刚才那个人不是疗养院护工。查。他登记的是私人陪护，但车袍在锦兰外包安保名单里出现过。梁彦洲动作真快。贺长明现在怕了，短时间内恐怕不会再见我们。他怕，说明他说的是真的，但他不敢说，我们就得找别的证据。沈总，出事了。说。网上有人发了病房视频，只剪了您拿资料质问贺长明的那一段。星河资本女总裁逼迫退休老人翻旧案，疑似商业恶意打压锦兰。视频里只剩下您把资料放到贺长明面前的画面，前因没有，后果也没有。他们剪辑的太恶心了。他们不怕我见贺长明，他们是怕贺长明说真话。我们发完整视频回应吗？不急，先查谁拍的、谁剪的、谁投流、谁买的话题。他们逼我们自证，我们就顺着他们节奏走。我不要只洗掉脏水，我要抓到泼脏水的人。明白。沈总，疗养院不适合谈旧事。那哪里适合？今晚见一面，我给你一个体面收手的机会。体面？梁彦洲，你们把我妈逼到签认错书的时候，给过她体面吗？你现在停手，林素和至少还能安静的生活。她已经安静了20年，不是为了给你们继续当小偷的。那你就准备好，看你父亲怎么在媒体面前发言吧。沈总，视频源头查到了。说。第一波发布账号属一家营销公司，和之前那个虚拟短信通道是同一家服务商。锦兰关联公司的付款记录呢？拿到了服务费摘要。刘正。沈总，林女士的名字已经被他们带上热搜了。我可以被骂，我妈不行。回应。怎么回应？第一，发完整录音视频；第二，公布云锦阁锦凤归复刻单来源异常的初步说明；第三，公布明正版权与锦兰关联公司的资金往来摘要，隐去个人敏感信息。这样等于正式宣战明正和锦兰。他们已经把战书送上门了。沈总，完整视频已经发出去了。炒作吧，老人明显害怕。他说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。有人发现贺长武在视频里明显害怕，几次提到不是一个人能决定。明正不是独立鉴定机构吗？收锦兰关联公司的顾问费，这不是既当裁判又当队友？沈总，明正那边暂时没有回应。锦兰呢？锦兰只发了一句，说星河资本断章取人，保留追责权利。他们现在不敢说太多。
沈总，楼下有人找您。谁？沈百川。沈总，要不要让保安拦着？不用，让他上来。之一，你就是这么折腾你妈的？这么多年不见，你第一句话不是问我过得好不好，不问我妈手上的伤，却来质问我。我是为了救你们。救我们？你是替锦兰来传话的吧？我是你爸。你配吗？你妈当年亲手签了认错书，你再查就是把她最后一点脸面扯下来扔在地上踩。这份东西你从哪儿拿的？我是当事人，有备份很奇怪吗？奇怪，一个丈夫背着妻子的认错书，20年后拿出来替外人压迫亲生女儿，扫描留档，查复印痕迹、旧档编号和档案流转章。明白？你敢？我不只敢留，我还会查出他从锦兰档案室到你手里，到底经过了谁的手。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当年要不是我替你们收拾烂摊子，你妈早就被锦兰告到破产了。谁的烂摊子？他偷锦兰的设计稿，这就是事实吗？沈百川，你骗别人骗久了，是不是连你自己都信了？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跟一个20年前卖掉我妈的人说话，我需要什么态度？之一，你现在停手，我可以任你回沈家。你妈的事，我也可以给她一笔钱作为补偿。补偿？名誉这种东西，过去就过去了，钱才是实在的。他失去的是名字，不是钱。名字能当饭吃吗？能。对设计师来说，名字就是他的命。你非要查？查。好，那你就先查查你妈当年为什么连夜逃离林州吧。查沈百川20年前和锦兰的合作，查认错书流转，查我妈离开临城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明白。他们越想把它钉在那份认错书上，我就越要把那根钉子一根一根的拔出来。之夜，他今天去找你了。来了。他是不是拿了那份认错书？我就知道他一直留着那份认错书。妈，他临走前说让我查你当年为什么连夜逃离临城。他连这个都说了。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天晚上，我拿着自己留下的半份原稿想去找媒体。半份原稿，锦兰拿走的是凤归云的外观稿，可真正的核心不在外观。凤归云最重要的是内衬暗绣结构，外面看是凤尾绕身，翻到里面是云纹归巢。领口、肩线、腰封、裙摆4处针路必须闭合，少一段整件旗袍就只是普通绣花。所以他们做得出样子，做不出核心。是，那半份原稿就是完整的暗绣结构。原稿呢？被沈百川拿走了。那晚有人跟着我，我害怕摔了一跤，稿子散了一地。沈百川赶来帮我把稿子捡走。他说只要我不再闹，老老实实签字离开，他就保你平安。我那时候太怕了，你才10岁，我怕他们真的毁了你。妈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他们拿我威胁你。可我签了认错书，离开了临城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碰旗袍。那就从现在开始重新碰。之一，我20年没拿过针了。妈，不急，您不用向他们证明什么，您只要向自己证明，您没有偷过任何人的东西。沈总，锦兰旗下的凤影系列资料查到了。继续说。它主打暗纹内衬和手工凤尾绣，宣传里一直说是锦兰20年前经典的工艺升级款，但是售后记录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近3年不少客户投诉内衬期起皱、线脚脱落、腰封变形，有老师傅私下说是暗绣针路不闭合，受力不稳。我就知道，没有完整针路，它一定会散。周怀，安排公开复检。现在吗？对，立刻马上，不直接打旧案，先查锦兰卖出去的货。请消费者独立质检机构一起到场，服装博主、老绣娘也一起到场。只查3件事：第一，所谓手工暗绣是不是真的手工；第二，锦兰宣传的闭合针路是否存在；第三，民政给他出的工艺认证到底靠不靠谱。沈总，锦兰的法务函到了，要求停止商业诋毁。沈总，
他们卡得太快了。主直播间不用争，开分流，让消费者、博主、质检机构各开一个。我买它，是因为店员告诉我这是锦兰传承20年的手工暗绣。今天我只要一个结果。我方保留对不实言论追责的权利。欢迎追责。这不是完整的暗绣真露。请注意措辞，现场环境不具备权威鉴定资格。他还没说完，你急什么？外层凤尾是手工补绣，内衬大面积是机器仿真，腰封这里断针明显，收线也不对，所以我花手工高定的钱买的是机器仿绣。这只是个别售后问题，面料标识与实际纤维含量存在偏差，内衬工艺与宣传不符，暗绣真露不闭合，也与明正工艺认证文件中的描述不一致。60多万就这，明正认证不是很权威吗？云锦阁是不是也有问题？初检不代表最终结果。怪不得当然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星河资本出资设立免费复检通道，凡购买过锦兰体系高定规系列以及明正认证工艺款的消费者，都可以用约免费复检。沈之意，你这是在恶意引导消费者维权。消费者买了什么就该知道自己买了什么。如果锦兰没问题，怕什么？沈总，已经有几家供应商发来私信，他们说锦兰拖欠货款很久了，愿意提供债权资料。先保护身份，做债权核验。还有，云锦阁出事了。江晚堂，锦兰刚发了内部公函，要求云锦阁承担凤影翻车和明正认证异常的全部责任。开始甩锅了。沈总，我要谈条件，你终于肯拿出东西了。锦兰要把所有锅扣到云锦阁头上，我不拿出来，死的就是我。所以你不是良心发现，我认。但云锦阁该赔的我会赔，可锦兰供货、明正认证、旧绣样授权这些锅不能全让我背。里面是什么？20年前锦兰旧仓库系统的备份，还有一部分是凤归云展前资料箱的出入记录。这个编号，当年临城旗袍展，所有参展资料箱都是这个格式。这个封条编号是我亲手贴上去的。沈总，视频能打开，但音轨损坏，画面也有缺帧。送第三方修复，同时做证据保全。我只能给你这个，原件不在我手里，你最好别留后手。没有，但我知道，当年的半份原稿最后不在锦兰仓库，在哪儿？沈百川。果然是他。沈之意，你非要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吗？不是我闹，是你们卖出去的每一件假高质在闹。你以为消费者站在你这边你就赢了？我没赢，我只是让他们终于有地方可以说话。那你母亲呢？你就不怕那份认错书被放出来吗？你放，你敢放，我就敢把20年前的报告资金流向摆出来，再把沈百川和明正氏一起摆出来，看谁先死。我最后悔的是让你们多舒服了20年。妈，纸给我。锦兰偷走的只是外观，真正的凤归云不是单件旗袍，外袍是凤，内衬是云，腰封是归路，披肩是山门，只有4件合在一起，暗绣才会完整闭合。所以锦兰这些年只能卖残版。他们没有完整结构，但我有。妈，这就是最核心的证据。证据也得有人信啊。这一次不需要他们先信，我们让所有人亲眼看见。准备凤归云复原展，不卖货，不招商，不做噱头，只做一件事，把我妈被偷走的名字重新挂回去。沈总，锦兰这是明着拦了。他们越拦，越说明我们做对了。之意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妈，您怕吗？怕又一次被人说抄袭，怕又一次被人围着骂，怕我画出来也没人信。那就让他们亲眼看见。这一次不靠别人说您清白，靠您的针，靠您的手，靠他们偷不走的东西。好，妈，这一次我自己走出去。现场已经就位，只差最后一段真路。沈总，老兄能团队到了，第三方公证人员也在现场。硬盘修复那边刚传来消息，仓库备份视频修复出了一部分画面，有声音吗？音轨还不完整，但画面里能看清楚。20年前锦兰仓库有人搬走了标着凤归云的资料箱，封存已经做了。沈百川那边呢？联系不上。他不是联系不上，是在等锦兰下一步。沈总，不好了，核心展柜被打开，复原主袍不见了。展柜是被撬开的？不是，没有暴力破坏痕迹，是远程权限开启。安保供应商是谁？启宁安保。查昨晚维护记录。是不是我真的不该再碰这些东西？20年前我拿不出原稿，今天我又拿不出作品，他们一定会说我就是骗。那就让他们说到一半自己闭嘴。查到了吗？
昨晚启宁安保有一条加急维护单，签字人是锦兰的合约，还有一封邮件，要求临时开放核心展柜远程修改权限。很好。沈总，上午10点媒体进场，现在只剩不到6个小时了，要延期吗？不延期。可是主袍没了，我们展什么？今天要展出的从来不是那件被偷走的旗袍，而是偷旗袍的人。把权限记录、维护单、邮件、供应商关联资料全部按时间线放到大屏上，旧仓库视频修复片段也放进去。明白。妈，您愿不愿意在现场把凤归云的最后一段暗绣画出来？没有主仆也可以吗？可以。他们偷得走衣服，偷得走纸，偷得走档案，但他们偷不走您的手。好。不是复原展吗？展柜怎么是空的？拿不出作品。20年前说抄袭，现在又空展柜，真会炒作啊！锦兰刚发声明了，说星河恶意自导自演。沈总，核心展品失窃，展览却还要照屏开，这是否是一场营销？林女士当年的抄袭争议至今未清，现在复原展又拿不出实物，您怎么解释？今天的确少了一件展品。沈总，您这是在指控锦兰安排人偷走展品？我不在现场定罪，我只展示已经留存的商业证据，后续一切将交由警方和法院处理。20年前，他们偷走我母亲的手稿；20年后，他们又想偷走她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可他们忘了一件事：真正的设计不在展柜里，是在设计师手里。林素秋出来了，他就是当年签认错书的那个设计师。真敢上来！妈，签了吧，别闹了，你斗不过他们。我叫林素秋，20年前我被迫签过一份认错书，但我从来没有偷过锦兰的设计。凤归云是我的原创作品。对上了，这是闭合暗绣，不是外面那种仿真能做出来的。锦兰版本少了腰帮回针和肩线暗扣，所以针路不闭合。这不是升级款，这是残版。残版，所以锦兰卖了20年残版，怪不得售后问题那么多。林素秋当年真的是原作者，这最后一段针路只有原作者才知道吧？这只是现场演示，不能证明版权归属。当然不能只靠现场演示。这是20年前锦兰旧仓库备份修复画面。这是明正版权和锦兰关联公司的顾问费往来摘要。这是云锦阁锦凤归复刻单，这是锦兰凤影系列工艺初检报告，这是展柜被远程开启的证据保全记录。今天这张图不只是为了证明20年前的版权归属，它会和旧仓库视频、明正鉴定报告、认错书流转记录以及展品失窃证据一起提交法院。凤归云从来不属于锦兰。发布会结束后，舆论彻底反转，凤归云闭合暗绣登上热搜。锦兰残版高质，明正认证异常，云锦阁复刻单展品失窃，4个话题同时爆开，复检通道预约人数一夜破万。沈总，投资人要求提前赎回资金，银行那边也发来通知，要收紧我们所有授信额度。如果3天内资金不到位，员工工资、消费者复检赔付，还有我们收购锦兰债权的计划都会受影响。梁彦洲开始冲星河来了。是，他们想先切断我们的现金流。志言，先停吧。妈，这20年只赢了今天这一次。现在已经够了，你要是倒了，后面谁来继续打这一仗？你小时候妈总让你忍，因为妈怕你吃亏，但是现在妈陪你一起不忍了。立刻挂牌出卖我个人名下的3处房产。沈总，先把公司现金流补上，消费者复检不能停，供应商债权核验也必须继续。锦兰要断我的粮，那我就自己续。这样您很可能会失去星河的控制权。星河是我创立的，但它不是我的护身符，它是我给我妈讨回公道的工具。志毅，妈，我从决定查凤归云开始，就没打算给自己留舒服的退路。沈总，锦兰董事长梁明远亲自出面了，他要召开锦兰股东及债权人临时会议，审议增资方案和债务重组安排。什么时间？明天上午。我们收集到的供应商债权委托已经过半，消费者复检记录也在继续增加。够了，您要进会。他们想关起门来分账，那我就把门推开。欠消费者的先还消费者，欠供应商的先还供应商，欠我妈的，明天我要他们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小姑娘，算账不是替妈妈哭2声就能成事的。对，
所以我今天带了账本。你以为收了几个供应商的债权，就以为能动得了锦兰？不止供应商，还有消费者复检记录、云锦阁供货合同、民政认证异常报告、旧仓库备份、展柜远程开启记录，以及锦兰昨晚准备转移优质资产的临时合同。谁给你的？我给的。江晚堂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知道。你们要把假高质、假认证、云锦阁所有的锅都扣到我头上，那我只能先把锅掀了。梁董，现在可以谈账了吗？零散证据打不穿锦兰，所以我才来参加会议。你没有资格入场。锦兰拖欠的27家供应商，已经把债权申报和重组表决权委托给新生资本。现在资格够了吗？你许诺了他们什么？重组后优先清偿货款，清退假认证体系，保留真正做公益的人。哼，你以为他们会信你？他们不是信我，他们只是不再信你们。锦兰近期受恶意舆论影响，经营承压。为稳定品牌和供应链，我们建议审议增发方案，引入新的战略投资方，确保公司正常运转。既然是为了稳定经营，为什么不先披露消费者赔付风险？为什么不披露民政认证异常？为什么不披露云锦额复客单来源不清？又为什么不披露锦兰总准备转移工厂、版型库和会员资产的临时合同？沈小姐，这是股东会议，不是你母亲的诉苦会。那就谈钱。这些是被锦兰拖欠货款的供应商授权，高定旗袍后发现工艺、面料、认证与宣传不符的消费者登记，而这份是锦兰昨晚准备偷偷签署的资产转移文件。梁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一边要增发，一边转移资产，那债权人怎么办？这只是正常的商业调整，正常到连债权人都不通知，正常到会议前一晚连夜签。你别混淆视听，旧案真假不能决定锦兰今天的经营方案。当然，所以我们先不谈旧案，先谈谈你们卖出去的假高质。这根本不是完整暗修，民政怎么给这种认证？锦兰这些年就靠这个卖高价。够了，沈百川，你可以说了。我能证明林素秋当年确实存在抄袭行为，她亲手签过认错书，也承认过设计稿来源不清。知意是我的女儿，但我不能看着她为了私人恩怨，毁掉一个本土老品牌。爸，你终于认我了，可惜是为了能再帮外人杀我妈一次。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放修复音频。稿子我拿来了，诉求那边我会让他闭嘴。认错书必须让他签，民政的报告也要快，展会之前不能出任何乱子。放心，他女儿还小，他不敢闹。不可能，这是伪造的。音频来自江晚山提交的锦兰旧仓库备份盘，原盘已经做了司法证据保全，声纹比对、视频时间、仓库出入记录全都能对应。我是你爸，你非要让我身败名裂才甘心吗？我小时候也以为你是我爸，后来我才知道，第一个把我妈推下去的人就是你。沈百川，我当年签认错书，是因为你拿知人的前途威胁我，不是因为我偷了谁的设计。一段旧音频说明不了今天的重组议题。各位股东，锦兰现在最重要的是活下去。那就看你们怎么活。这是锦兰转移优质资产的临时合同，签署日期就在昨晚。梁董，你一边要求股东同意增发，一边把值钱的工厂、版型库、会员资产转走，是想留下一个空壳给所有股东和债权人吗？梁董，你必须解释清楚，你这是欺诈，我们不同意增发。爸，资产转让被卡住了。谁让你签的？你们自己急着跑路，还怕别人知道？云锦阁所有供货合同、复刻单、明认证资料我都交。江晚堂，你想跟锦兰同归于尽？是你们想让我一个人死，我凭什么还替你们背一辈子黑锅？现在锦兰只有2条路：第一，继续硬拖，股东、供应商、消费者一起被拖死；第二，同意债务重组，清退假认证体系，赔付消费者，优先偿还供应商，保留真正做公益的人。谁来主导重组？由星河资本牵头，引入第三方审计，每季度公开重组进度，消费者赔付单独列账，供应商债务优先清偿，所有民政认证异常款全部复检。你想接手锦罗？我不想接一个烂摊子，我只想把它拆干净，让该留下的人留下，该还的账还清。锦罗姓梁，从你们偷走凤归云的那天起，他就不配姓什么了。表决结果：增发重组一案正式进入临时审议。你赢不了人心，你只是赢了一次局。人心不是靠做局赢来的，欠消费者的还给消费者，欠供应商的还给供应商，欠我妈的，今天也该一笔一笔还清了。妈，紧张吗？紧张，那就慢一点走，今天没有人会再催您了。知意，
你为了我，差点把自己所有都搭进去。妈，我不是只为了您，也是为了小时候那个站在学校门口等不到妈妈回来的自己。速龟旗袍首场作品发布会正式开始。林女士，20年后重新站上设计台，您现在最想说什么？我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人的作品，这句话我等了整整20年。沈总，您做这一切是为了报复锦兰和您的父亲吗？最开始确实是，但后来我发现，我真正想要的不是看谁倒下，而是让我妈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向任何人证明她配站在这里。之意，真的要把它放在这里吗？放，不怕别人笑话吗？就是要让他们看清楚，人的尊严不是按穿着来估价的，也不是按谁的嗓门大来定价的。之怡，妈想再设计一套新的旗袍。好，这一次设计图上只写您的名字，那就叫归来吧。其实有些光芒并不是突然亮起来的，而是有人在黑暗里忍了太久，终于有一天亲手把自己的名字一针一线重新绣了回来。